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那么在3月呢，我们看到在这个画面，从泽伦斯基到白宫来觐见川普，那么两个人呢，在川普的椭圆形办公室呢，两个人翻脸同时呢，副总统范斯也加入这个行列。为了感谢大家支持，我们要来抽奖咯。活动期间，只要订阅财讯频道，并留言跟着财讯一起追踪政经趋势，就有机会获得一本老谢的世界纪行哦。我们会提供会员7本，非会员3本，详细的活动办法会在简介栏说明。快加入频道会员，说不定幸运得主就是你。在这一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正在因为这一场两个人的交锋呢，开始呈现一个巨大的改变。那么在3月到现在，我们除了看到乌克兰跟美国的双方在川普的交易当中现在乌克兰到底要不要接受川普的和谈条件同时呢，俄罗斯现在跟川普开始有一个比较高度的连结。我们看到普丁跟川普有热线在通联。那么面对俄乌战争经历了3年多之后呢，到底未来如何来面对这一场战局，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得到市场上呈现一个非常剧烈的变化。就到这个礼拜，卢布已经升值到81块多了，卢布呢从115，那么现在到了80附近呢，也告诉大家，在拜登过去4年呢，对俄罗斯，尤其在俄乌战争以后呢，对俄罗斯展开的经济的封锁，让俄罗斯的经济呢陷入了疲态。那么现在呢，川普要引导俄乌战争走向和谈，那么也让俄罗斯的经济呢现在开始看到它受到一些振奋。那么这个振奋呢，能不能引导未来的欧洲呢走向和平，我相信这里是有变数了。我们也看到在这一场俄乌战争当中虽然川普主导和谈，但是呢，双方细节仍然是还没有任何着落，也就是俄罗斯到底要占领乌克兰几个州，现在呢，双方僵持未定。川普如何放弃在乌克兰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地呢，让泽伦斯基呢能够吞下去？我相信这当中还有非常大的变数。但是呢，在战略上的转折，现在有一些巨大变化。我们看到，当泽伦斯基呢离开了白宫之后呢，他当天下午其实他就跑到英国呢去会见英国首相斯凯尔。那么斯凯尔呢承诺英国要花22亿英镑呢协助乌克兰的军事呢来抵抗俄罗斯。那同时呢，你可以想象得到，马克龙这次站出来讲说要呼吁扩大自主军工的产能。那么这个可以看出来，欧洲整个现在看起来是大家使尽了很大的力气呢，要帮忙乌克兰来重整战事。这个整个战略的转向呢，也告诉大家，欧洲这一次在战略上它呈现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3月呢，我们也看到德国的总理，现在新当选的总理梅尔斯呢，宣布了他把过去呢在德国2009年的债务刹车的机制呢，债务达到 GDP 的 0.35% 呢，他把它调到 1% 以下这个债务的松绑。同时他增加5000亿欧元的这个开支，这当中有1000亿欧元呢拿来作为军事的国防支出。德国这个巨大的宣示呢，也让德国产业出现非常巨大的变化。这一段时间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德国的南英金属在俄乌战争之后呢，其实股价从60几块呢，现在涨到1400多块欧元，这是欧洲涨幅最大的一档个股。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法国的达索、法国的塔雷斯，同时呢，英国的 BAE 系统或意大利的里奥纳多的这个军工公司，这个航太工业呢，都大幅的上扬兴盛。所以今年最大的变数，大家可能要高度的关注。欧洲呢，从过去的撙节开支，现在走向一个扩大财政的一个路线。那欧洲股市呢，大幅上涨。川普呢，现在正在担心美国的债务，美国的总债务呢36兆，那么他现在请的马斯克呢要砍美国的开销，那么包括Doge呢，政府效率委员会呢大幅裁员，同时很多机构呢大概都被裁掉了。这个裁掉以后呢，也引发美国民众对马斯克的愤怒，有人去烧这个特斯拉的车子，也有人去烧门市部，也有人破坏电动桩。现在川普总统硬起来之后呢，要用一个国安的机制呢来审判这些犯人。那么大致上来看，川普在砍预算的情况之下呢，对美国造成的冲击，大家可以理解。在过去的几十年，美国人的消费呢，撑起全世界经济的一片天，也就是
美国人消费，然后呢，各国对美国都有非常大的顺差，这一些顺差呢转换成美元存在各国的央行，再从各国的央行呢，它转移到这个美债上面去。那这是一个在过去金融体系当中一个资金链。现在川普说要减少债务的支出，同时呢4月2号的对等关税呢，他现在准备要对美国顺差金额大的国家呢列出了肮脏15国，我相信台湾很可能也在其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对等关税怎么课，这个会影响未来全世界的资金的流动，也包括美元的走势。也看到大家知道，过去每一个央行因为顺差都抱有非常多的美元，再从美元转成美债。那现在呢，川普回来把这个倒流以后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全球资金会不会断裂，或者是对在过去这么多年以出口到美国为主的新兴市场，这些新兴市场如果又被中国供应链呢打垮，现在看起来泰国跟印尼呢已经险象环生，这个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巨大变局当中值得大家注意的。那未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欧洲大幅的扩张军事开销的时候呢，现在你可以看到英国的 BAE 系统在过去这5年它大涨248%，这个是非常显著的。爬列斯呢今年股价跳高大涨，大家可以看到它从过去的比较低档50块呢，现在到了248，这个涨幅非常的惊人。那法国的达收呢同样也有非常显著的上涨，他们现在的本益比呢都到了 43.5 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军费的支出在2023年已经到了2兆4千亿了，那到2024年应该会增加到2兆6千亿以上。军费开支现在各国都在创新高，这个创新高的情况之下呢，它也引导2025年的这个全球股市呢大致上呈现一个回档的状态。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从美国开始到全球的整个国防预算的开销大家都是快步的往上扬升。那么2025年现在从全球军火的排名来看呢，台湾排在第22，我们可以看到从美国开始到俄罗斯第3名中国，然后呢到印度，然后在韩国、英国到法国到日本到土耳其、意大利，这是前10名那我们看到从11名开始有巴西到巴基斯坦，德国排在14，现在德国呢要把国防的预算支出往上拉，我们看到乌克兰才要第20名，台湾是排在第22。这个情况来看呢，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得到2023年全球经费开支都创新高。台湾呢现在看起来，我们因为蓝白删除预算所引发的现在台湾的军工产业的相对困顿，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参议员苏立文呢现在警告蓝白删预算这个同时后任的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现在柯博吉呢同样批评蓝白删预算呢是危险的游戏，所以也催生了在这一次呢，赖总统在宣布17项改革当中有几项是相对是比较强硬的，它包括恢复审判投共的军人，同时清查公务人员有没有中国的身份，另外中国人来台定居要放弃中国的国籍，官员立委跟村里长到中国交流要公开化，宗教跟公益团体到中国交流要揭露，同时限制有统战背景来台湾。那这当中其实包括这一次中国透过网络作战，现在在台湾其实已经炸开了。你可以看到从雅雅被这个遣送出境，中国配额有3个人呢，这一次被遣送离境，就都告诉大家，赖总统这一次呢定位中国是海外敌对势力。这是在这么多年当中台湾其实在两岸关系游走在灰色地带，有人说两岸一家亲，但是呢台湾在生存发展面对的最大敌人其实是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也利用台湾的言论自由的缝隙呢，不断的在这边挑拨离间，而且呢在岛内有众多的中国协力者。那这个情况现在政府把态度把它摆硬，我相信包括过去的军法审判现在重新上纲，我相信这都是一个在全世界面对中国挑战的当下呢做出了一个最大的改变。台湾的军工产业呢也因为在现在蓝白删预算的情况之下呢，台湾使不上力，但是呢我们大概可以以南韩来做一个台湾的阴间。你可以看到南韩在这么多年当中南韩的三星被台湾的台积电呢压着打，同时呢你可以看到南韩的记忆体不管现在三星或海力士呢都面对中国的廉价的晶片的销售的压力，南韩的包括石化、钢铁、水泥等等都在中国的倾销之下呢，现在面对非常大的压力。南韩现在正在亲中跟亲美的路线当中正在挣扎。
但是呢，南韩除了在生技或在影视产业当中，韩国今年有一个产业呢大幅的兴旺，也告诉大家，当美国的军工产品非常贵，中俄相对比较烂的情况之下呢，韩国的接单现在扶摇直上，现在它的顺位一直往前提。南韩的军火输出是全世界在去年成长第2名的国家，而现在呢，南韩在军工产业呢，它排名世界第8。我们看到南韩现在军工产业发大财，波兰不断的在给南韩下单，这个下单现在力道跟金额呢不断的在拉大。我们看到南韩现在在整个销售额来比，现在进入到全世界100强，成长力呢全球第2。南韩有4家公司列入世界100大。如果要对比的话，我们台湾呢大概只有中科院呢排名第47位。但是你看到去年波兰给南韩下单58亿美元来买 K2 坦克跟 K9 的自走炮，那这个也带动南韩军工股大幅的上升。所以你看到南韩的军工产业呢，现在一家一家呢都崛起。这当中当然你看到从战车到坦克到了这个防空飞弹，这个都是在南韩现在受到非常大家瞩目的焦点。韩华刚刚以10亿美元的代价呢卖给这个罗马尼亚54辆的 K9 自走炮。我们看到这一家叫韩华航太，股价呢是大幅的上涨，在过去这段时间其实已经涨了很多倍了。那另外一家韩华有3家军工公司，一家韩华航太，一家呢是韩华系统，另外一家呢韩华海洋。这一家韩华海洋呢，今年股价上涨，在南韩股市呢，它的排行是第1名。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韩华航太呢，股价是从62000多现在涨到757000。那另外你看到这一家是南韩的航空公司，它所成立的航太零组件的相关的公司，股价也是大幅的上涨。那这一家呢是在现代的 Lotte 那这个在台湾承包桃园机场捷运，现在看起来它有非常大的发挥的空间，所以这个都是现在给台湾一个很大的启发。那么面对中国不断的扩张军力的情况之下呢，台湾要有一个高度的启示，也告诉大家，台湾在国防预算的支出，我相信台湾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想法。那么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当全球军费不断创新高的时候呢，川普最近他宣示了 F-47会是史上最具强大杀伤力的战机。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从美国的 F-16到 F-35，现在欧洲也觉得 F-35有一些疑虑，所以现在大家开始呢转向自主性的在研发军工的设备，所以这个是一个未来大家值得高度关键的。那么川普最近也提到，他面对中国的军事的竞争他说他不会允许马斯克来参与军事计划。在这个回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Z 的现在的航空的这个引擎它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引擎的设备商。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台湾跟美国有非常庞大的贸易顺差的情况之下，你如果面对对等关税的压力之下呢，台湾第一个呢要加强对美国的石油跟天然气的采购。我们最近跟阿拉斯加呢开始在签合约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很长时间，台湾有非常多的这一种电力或是食品，大概都从巴西来进口。未来美国给台湾施加更大压力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何不把巴西的进口转换成美国的农产品或美国的石油或天然气？这当中最大宗的能够平衡贸易的顺差呢，最重要的是买飞机。所以台湾如果将来你跟波音都买几架飞机呢，我相信在消化顺差会有非常大的助力。所以我相信台湾跟波音在未来建立的供应链上呢，台湾开始应该从这个上面像韩国一般呢，强力的建构自己主导性的军工产业，同时呢要扶持更多的军工企业呢，能够在茁壮发达的路上呢，类似像汉翔他们能够快速奔跑往前进。我想这是在这个浪潮当中，当美国在缩减预算，欧洲呢扩大预算支出，然后呢强力建立军工产业的当下，我相信在2025年半导体在调整休息的当下呢，未来的军工产业会在2025年扮演相对重要的角色。这个也是台湾在蓝白3预算之后呢，开始要去思考台湾如何在未来的军工产业呢，包括无人机呢，能够有更加茁壮成长的空间。今天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